病娇女这个形容词，相信大伙只有在动漫或者游戏中见识过，然而现实中也曾出现过。就在上个月，一位用户在插场晒出了自己的一份 cos 图 ，cos 的角色是东方里的16叶笑叶，搁现在的二次元环境，这都属于冷门角色了。而比较反常的点是，这组图的观看量异常的高，真不是我故意找茬啊！同样是东方题材，同样是精心修过的图，其他博主们的 cos 图观看量也只有18000左右的水平，关键他们的粉丝数也都大差不差啊！既然能收获如此高的热度，那想必这位博主身上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吧。这一查才知道，好家伙，原来妹子还真不是一般人。或许高冈由佳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你想起她曾经的风光战绩。日本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新宿牛郎事件，而她就是该事件的女主人公。2019年，日本警方接到了一通自首电话，电话中的女子称自己杀了人，并告知了自己的位置。等到警方赶到后，眼前的画面让所有人触目惊心。只见一位男子倒在了血泊当中，而一旁的高冈由佳则是安静地坐在地上，异常冷静地抽着烟。见他没有丝毫想反抗的意思，警方便上前一边安抚一边询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女孩表示，倒在地上的男子名叫刘月，从事牛郎这个职业，目前是自己的交往男友，眼前的一切也全部都是由自己造成的。随即警方火速将伤者送往了医院，并且逮捕了他。当被问起为什么要这么做时，他表示，我实在是太爱他了，我打算先杀掉他，然后再自杀，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这番言论在当时引发了全世界网民的激烈讨论，终于是在现实见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病娇女了。在经过好几天的抢救，刘月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在后来的庭审上，他向法院提交了请愿书，希望能够减轻对高冈的处罚。最终，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高冈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被判刑时，他才仅仅21岁。经调查，高冈为独生女，大学辍学后在酒吧从事服务工作。2018年，身为牛郎的刘月走进了他所工作的酒吧喝酒，高冈心生爱慕，便与他产生了交集。为了能经常见到刘月，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歌舞伎町店，到他的牛郎店消费。众所周知啊，无论是牛郎还是陪酒女，都是要按业绩说话的，每一次阿谀奉承的背后都是与自身的利益挂钩的。而经常光顾的高冈就成为了刘月的稳定业绩来源。可这种场所的消费水平可都不低啊。没过多久，高冈的财力就显然跟不上了。为此，他不惜出卖肉体到风俗店兼职，把赚来的钱又全部投入到牛郎店中。在高冈这位榜一大姐的持续打赏下，刘月很快就登顶了牛郎榜第1的位置。之后，高冈向刘月表白，还单独租了一间公寓，希望2个人都能住在这里。刘月全权答应，并表示过段时间就不干了，还要和他结婚。女方觉得自己的付出终于要有了回报，而对于男方来说，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保住这个人形 ATM 机而已。而这种畸形的恋爱关系自然是没办法持久的。刘月在吊着高冈的同时，还不忘展现牛郎的专业素养，继续与其他女客户保持关系。今天是爱答不理，明天是看到消息过大半天才回。每一次高冈想要讨说法，都会被刘月以各种理由推脱。在一次次的情绪消耗下，高冈逐渐失去了耐心，最终因爱生恨，酿成了伤人的大祸。其实整件事情最抽象的还得是刘月的后续操作，因为捡回了一条命啊，他便把自己的头衔换成了不死鸟，甚至还把他那段畸形的恋爱经历当成了卖点，吸引了不少新客人。我只能说，日本人的抽象脑回路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。2023年，高冈刑满释放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得知了前男友的神奇操作，在出狱后，他也开始高调复出。不同的是，他将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出现在互联网上，至少从话术上看，他应该是和过去的自己切割了吧。重新开始的日子必然是艰难的，不过至少他的心态倒是放得蛮平的。一开始他是选择从游戏区起步，虽然各平台的粉丝数都不是很高，但好在有一定的粉丝粘性。为了进一步摆脱过去的阴影，他开始重操旧业，搞日常穿搭和 cos 啥的。就拿他那组东方 cos 来说啊，其实不少人是借着这个机会重新认识了他。有人觉得他能积极面对生活，玩点自己的爱好还挺好的，也有人对这组 cos 发起了吐槽，但吐槽的点不在还原度上，而是在某个象形上，因为笑叶这个角色在设定上就是耍刀子的，可能这也算一种本性出演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一波蜕变确实为他积累了不少人气。然而站在路人的角度看，闹了这么大一圈，其实男女双方都互为受害者和加害者。女方因为自己的冲动葬送了3年半的青春，男方也没有吸取教训，依旧从事着牛郎行业。但是既然事儿已经过去了，2个人现在都过着各自想要的生活，咱们就不去多评判了。如果一定要说学到了什么，那就是这种特殊场合的异性还是少接触吧。还有就是，不管事情的进展有多糟糕，一定不要去触碰法律红线啊。